墨西哥作为美洲第3人口大国，经济实力同样位居世界前列。然而，这个孕育了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度，如今在很多人的眼中是一个社会比较混乱的国家，充斥着很多暴力元素。和很多欧洲国家一样，墨西哥的风俗行业是合法的，妓女人数超过了20万人。由于临近美国，墨西哥风俗行业的客户群大多来自这里。美墨边境更是性旅游者的天堂，蒂华纳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这个100多年前还是一个只有数千人的小城镇，得益于临近美国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蒂华纳在20世纪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一跃成为墨西哥第4大城市，也是经济增速最快的城市之一。而风俗产业更是蒂华纳的一大经济支柱，贡献了相当可观的收入。本期我们将带你走进这个年轻的城市，看看夜幕降临后，酒精、性交易和毒品如何在这里交错流动，又是怎样的发展，促使这个城市以世界最大的红灯区闻名。如果把北美大陆看作一块完整的拼图，那么蒂华纳正好卡在最容易撕裂的位置上。两国边界由美方高大结实的金属栏杆和墨方简陋的铁板分开，起点处深入大海几十米。沿着边界，一边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一边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差别之大，对比之强烈，令人震撼。驻足远望，美国圣迭戈市高楼林立，绿树摇曳，蓝天上的丝丝白云轻轻飘动。脚下的蒂华纳建筑杂乱，缺水的土地上寸草不长，人们奔忙的脚步似告诉世界，这里仍在努力发展。蒂华纳临近美国，是墨西哥发展最迅速的城市之一。美丽的海滨风光和完善的服务设施吸引了大量美国游客到该市观光和购物，旅游业由此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然而禁酒令的出现开始让这个城市逐渐沦为充斥暴力与性交易的沃土。与此同时，另一种更隐蔽的力量也开始进入蒂华纳的地下结构——毒品。随着美国对毒品需求的上升，边境城市不可避免地成为运输节点。蒂华纳的地理位置使其在这张网络中占据关键位置。最初，毒品交易只是附着在其他夜间产业周围的小规模活动，但很快它便发展成独立而强大的系统。红灯区为这种系统提供了完美的掩护，人流密集，现金频繁流动，夜晚秩序本就模糊，使得毒品交易能够悄然进行而不易被察觉。表面上是酒吧和俱乐部，背后却可能连通着更远的路线。到了20世纪后半叶，蒂华纳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边境娱乐城市，而是逐渐演变为一座被多重力量拉扯的复杂空间。合法经济、灰色产业和地下网络相互交织，谁也无法彻底切割。蒂华纳红灯区作为当地非法性交易行业更是当地的金字招牌而被世人熟知。走在蒂华纳的大街小巷之中，时不时的就会看到站在路边招揽客人的女生，数量之大宛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依仗着这一块金字招牌，蒂华纳吸引来的美国人大约在每年5000万人左右。这样的引流数量，单靠非法性交易就可以带来不少的收入，更何况其他的一些附属价值。在蒂华纳的红灯区，几乎每隔数十米就能见到不同类型的女生，特别是身穿各式校园服饰并套上了白色长袜的更是受到欢迎。在美国的一项针对男性的调查之中，有 65% 以上的男性更喜欢与身穿白色长袜的女人，而蒂华纳街边的女生们无疑抓住了美国男人们的心理。蒂华纳街边的女生们分为自由派与黑帮派，然而黑帮派则占了多数。穿着普通站街的一般是自由身，来红灯区做生意，只要给本地黑帮交一笔抽成就行。除了这些普通的站街女，蒂华纳的很多妓女都与帮派有关联，帮派几乎垄断了蒂华纳的风俗业。这里的很多妓女都是从世界各地贩运而来的，她们既受到帮派的保护，又会遭受无情的压榨，自己只能留下一点钱。她们只是帮派的赚钱工具，而且很难逃脱这种命运。有些人不愿这样任人摆布，结果为此失去了生命。
这些女生附近往往会有零星的彪形大汉暗中观察，一是保证这些女孩不被骚扰，二是督促这些女孩完成每日的任务，杜绝偷懒。所以说，这些女孩就像是黑帮挣钱的奴隶。与此同时，黑帮也会给这些女孩指定月考核目标，如果完不成任务，将会面临残忍处罚。蒂华纳的性工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普遍体型比较丰满。对于东方人来说，这样健壮的身材显然不符合我们的审美。不过，美国人却非常中意这样的女子，因此，性工作者对东方面孔的游客不太感冒，主要面向的客户就是美国人，或者是那些同美国人有相似审美的西方人。这些女孩们为了保命，只能通过化妆或者压低价格来吸引更多的顾客。这种可笑的市场调节最终导致蒂华纳的非法行业价格低廉，服务态度质量较高，所以吸引了大量美国人前来旅游。金字招牌往往用来凸显品牌价值，但用在蒂华纳的非法行业却让人感到深深的无奈与悲凉。在疫情泛滥的时期，墨西哥对蒂华纳的风俗行业也进行了管控。在这种情况下，靠着顾客吃饭的性工作者成为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他们很多人为了生存，还是会偷偷的工作，甚至为了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墨西哥对性工作者发放了价值1000比索的补助物资。可往往高频的性行为也带来了最让人诟病的艾滋病。有研究数据显示，每125人中就有1名艾滋病患者，其中还不包括艾滋病儿童。在蒂华纳，艾滋病病毒的一部分传播方式为同性性行为和变性人卖淫行业，而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为共用针头注射毒品。53岁的玛莎是这个城市红灯区的一名妓女，每次交易的收入极其微薄，可她还需要用此来支付毒品费用。早在2012年，她就检测出患有艾滋病，但她现在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在红灯区工作的并不只有女人，还有变性人，桑切斯就是其中一位。尽管他知道艾滋病的危害，也懂得如何防止感染，可是对他而言，选择权往往不在他手里，而在嫖客手里。28岁的奥斯卡是个男同性恋，也在红灯区工作，不是在夜店，就是在站街。白天在附近的公园晃悠，晚上以女性打扮招揽生意。每次工作前，他总会在廉价的旅店里精心地打扮一番，再出去寻客。跟所有性工作者一样，奥斯卡也会嗑冰毒，因为一是满足客户的需求，二是让自己有勇气继续做下去，赚得更多的钱。因穷困潦倒，很多吸毒者居无定所，街边、桥下、下水道、收容所都有他们的身影。毒品泛滥跟死亡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吸毒者在蒂华纳街头暴毙屡见不鲜，当地警方对此也很麻木。上图是当地警方从城市的河里捞出来的一具男性尸体，法医检查后表示，死亡原因是吸食过量失足落水溺亡。如果说红灯区是这座城市的血管，那毒品交易就是城市里充斥不断的血液，只因毒品的暴利是非法性交易的数十倍之多。而能让墨西哥破解这一财富密码，离不开灯塔之国美国的帮助。这对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来说，无疑是要了国内近4000万吸毒者的命。也正是此时，距离近且适合种植大麻与罂粟的墨西哥，进入了美国毒枭们的视线之中。众多毒品产业开始逐步向墨西哥境内转移，这一方面让农民们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另一方面也让当地黑帮看到了一座巨大的金山。于是黑帮纷纷开始接管各自地盘的毒品生意。人的贪欲往往是无穷的，自己地盘的毒品交易无法满足胃口时，只能与其他黑帮进行碰撞。因为毒品而发生的黑帮火拼在墨西哥屡见不鲜，蒂华纳亦是如此。2007年到2011年间，当地有 70% 的犯罪案件都和毒品交易有关，每年因毒品交易死亡的人更是近万人。死亡率如此之高，甚至还会存在沾染毒品的风险，毒贩真的很挣钱吗？
蒂华纳臭名昭著的黑帮分子做汤人洛佩兹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蒂华纳黑帮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必然会爆发冲突，这种冲突或许是恐吓，也有可能是屠杀。洛佩兹就是黑帮中负责处理尸体的人物，其通过特殊溶液将尸体溶解赚取黑帮的佣金。在其落入法网之后，据他交代，经他手处理的尸体有好几百具，具体数目因为太多所以记不清了。但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在他业务最繁忙的1个月里，总共处理了32具尸体，每天都要加班加点熬通宵。那个月他也获得了职业生涯最高的报酬440英镑，折合人民币不到4000元，这样算下来每天是500元出头。这样一个收入水平，要是在中国1、2线城市算的话，真不算高。就拿送外卖来看吧，现如今外卖小哥的底薪都能达到5000元左右，加上订单提成，月入过万属于基本水平。再者，洛佩兹在接受这份报酬的同时，是要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与职业风险的，所以这种钱来的不易，也很不稳定。无论是收入还是职业风险，真的是做毒贩还不如在中国送外卖。总的来说，墨西哥被称为地狱，少不了美国的功劳，但更大程度上源于自身的失败。正如前文所讲，墨西哥政府不是不反毒，而是反不动。警察头一天因为抓获毒枭被授予嘉奖，第2天就会惨遭贩毒集团报复性暗杀，让警察在墨西哥成为了高危职业，甚至没人敢再当警察。地方经济的疲软也导致军备资金匮乏，面对毒贩所武装的个人军队，压根无能为力。2019年1月，现任墨西哥总统宣布墨西哥毒品战争终止。墨西哥和毒品之间的较量，最终还是以政府失败告终。不论是红灯区和毒品，都逃不开黑帮在背后的运作。墨西哥作为一个黑帮盛行的国家，也被称为世界上最为猖狂的黑帮组织。在外界媒体对于墨西哥的宣传报道中，大多避不开墨西哥黑帮，甚至打开网页搜索墨西哥，结果也大多是墨西哥黑帮残忍无道的视频或者文章。总之，墨西哥黑帮的风头似乎盖过了政府与军警。墨西哥黑帮大多拥有庞大的武装力量，墨西哥政府无可奈何，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好事，因为各个黑帮会因为地盘利益等因素而互相大打出手，在一定程度上，黑帮的数量形成了自己的平衡。这看似可笑的情况，在墨西哥就是一种公开的秘密。但政府真的不想管吗？答案是政府自己也管不住。在墨西哥，时常会有政府官员惨遭黑帮暗杀，只因为他们反对黑帮。在2018年墨西哥大选期间，就曾有过132名政界人士被暗杀的恶性事件。与此同时，墨西哥法律中没有死刑这一说法，所以就算黑帮头目被监禁，照样可以隔空操纵自己的非法生意。所以黑帮的问题想要在墨西哥得到解决，必须在顶层设计方面做出改变。在这种境遇下，黑帮不仅仅通过残忍的手段危害着墨西哥的发展，他们所延伸出来的非法产业更是让墨西哥成为了真正的不法之地。从表面上看，蒂华纳似乎一直在运转，边境口岸每天吞吐着庞大的人流，夜生活持续繁荣，红灯区的灯光准时亮起又熄灭，现金在城市中流动，岗位不断被填补，又不断被替换。红灯区所依赖的是短期、高频、低保障的经济模式，它不需要长期投资，也不需要培养技能，只需要不断补充可被消耗的人。对个体而言，这意味着缺乏积累；对城市而言，则意味着难以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随着城市人口持续增长，资源压力不断加大，而合法经济的扩展速度却远远跟不上。制造业和服务业虽有发展，但无法吸纳全部劳动力。于是，红灯区与地下经济继续承担缓冲期的角色，把结构性问题暂时隐藏起来。毒品、暴力和灰色交易，并不是城市治理的意外失败，而是在现有条件下反复被接受的代价。只要他们不威胁跨境秩序，不影响主要经济通道，就会以各种形式被容忍。治理因此变成了一种平衡艺术，
而非彻底解决。这种平衡代价由谁承担？答案显而易见。而更危险的是这种模式对城市认知的固化。当外界提起蒂华纳，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文化、产业或社区，而是边境、红灯区和暴力。这种标签一旦形成，便会反过来影响投资、旅游和政策方向，使城市更加难以摆脱既有路径。蒂华纳并非没有尝试改变，政府曾推动城市更新，加强执法，重塑形象，但这些努力往往受限于边境现实和经济结构。一座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城市，很难只凭内部意愿就完成转型。在这种长期拉扯中，城市逐渐习惯了消耗自身，问题被推迟，矛盾被掩盖，直到它们以更激烈的形式再次出现。红灯区真正改变一座城市的地方，并不只在夜晚，它的影响会在白天显现，在家庭内部发酵，并缓慢地延伸到下一代身上。在蒂华纳的红灯区附近，家庭的形态往往并不稳定，许多从业者是单亲母亲，孩子由母亲独自抚养，父亲要么缺席，要么只存在于记忆之中。家庭成员频繁更替，居住地点不断变化，使得长期生活本身就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白天，这些孩子看起来和城市里的其他孩子并无太大不同，他们背着书包，穿过老旧街区去上学，在路边买廉价食物，谈论学校里的琐事。但一到傍晚，他们必须尽早回家，关上门，把夜晚留给母亲和那片街区。红灯区的生活让孩子很早就意识到世界的复杂，他们知道哪些地方不能靠近，哪些人需要避开，也知道有些问题不该多问。对许多孩子来说，危险并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教育在这里显得脆弱而不稳定，家庭频繁搬迁，使得孩子很难在同一所学校长期就读，辍学并不少见，尤其是在家庭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相比遥远的未来，眼前的生存往往更重要。随着年龄增长，选择变得更加有限。对男孩而言，街头帮派和地下经济近在眼前，他们提供快速获得金钱和认同的路径。对女孩而言，红灯区本身往往就在视野范围之内，被当作一种现实存在，而非需要被回避的极端选择。并不是所有孩子都会走向同样的道路，有人通过亲戚帮助或偶然机会离开蒂华纳，进入另一座城市或另一种生活，也有人努力完成学业，希望通过合法工作改变处境。但这些成功案例往往依赖于外部支持，而非城市本身提供的系统性机会。对母亲来说，最难处理的正是这种代际压力。他们希望孩子不要重蹈自己的生活轨迹，却又不得不在红灯区工作来维持家庭。这种矛盾使得家庭关系长期处在紧绷状态，关爱与愧疚、责任与无力交织在一起，几乎没有真正的缓冲空间。红灯区周边也存在一些民间组织和宗教团体，试图为孩子提供庇护和教育资源，但他们的覆盖范围有限，很难抵消整个城市结构带来的影响。问题并不在于社会人群缺乏善意，而在于缺乏能够持续改变路径的条件。更深层的困境在于想象力的枯竭。当一个孩子从小看到的世界始终被边境、墙、夜生活和短期生存包围时，未来往往难以被具体想象。梦想变成一句空洞的话，而现实却每天都在给出明确的诱惑和限制。红灯区并不会直接制造下一代的困境，但它强化了原本就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家庭被消耗，教育被中断，机会被推迟，直到选择越来越少。当这些孩子长大，城市并不会为他们准备新的出口，他们要么继续留在这里，成为红灯区运转的一部分，要么离开，却很难真正摆脱出身所带来的限制。于是红灯区不再只是一个夜间区域，而变成一种跨越时间的存在。它影响的不只是当下的人，也在悄然塑造未来的城市人口结构。夜晚的蒂华纳依旧灯火通明，红灯区的音乐再次响起，街道重新被人流填满。
对很多人来说，这只是又一个普通的夜晚。边境墙依然矗立在那里，把两个世界清晰地分开。墙的一侧是秩序和规则，另一侧是被挤压、被消耗，却依然努力活着的人生。每天有人越界，有人被挡下，也有人在反复尝试中耗尽力气。当一座城市的下一代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他所面临的问题早已超出了治安或道德层面的讨论，而成为关于发展、选择和代价的现实考验。而当这些考验不断累积，最终指向的是整个蒂华纳必须面对的命题：一座长期依赖边境差异与灰色经济的城市，究竟还能走多远？长视频制作不易，欢迎点赞、转发、关注，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